最近好多朋友去欧洲旅游了，原因大家应该也知道，欧元的跌破美元评价只是一个开始。这期的《华尔街周报》给大家聊一聊欧元的往事和欧元未来的走势。1999年1月1日，欧元诞生，兑换美元当时是1比1.183。然而，仅仅风光了一周，便步入了3年的贬值之旅。当年11月，欧元首次跌破美元评价这一重要的心理价格关口以后呢，2001年跌至低谷，贬幅价值近30%。直到2002年，欧元成为12个国家唯一合法货币，全面正式流通，才开始进入了升值的通道。20年后的今天，欧元再度跌破美元评价。从原因上来看，不乏有20年前的各种影子。而从前景来看，跌破评价可能只是开始。跌破美元评价似曾相识。二战之后呢，欧洲开始反思孤军作战的历史教训，认识到只有在政治经济上联合起来，才能达到与美国、日本等经济强国抗衡的局面。以法国总统戴高乐为首的欧洲政治家提出了从产业合作开始，通过贸易、关税、货币等方面共同发展，最终过渡到政治联盟的战略思想。后来就到了后布雷顿体系时代了，欧洲各国采取了蛇形浮动机制，即每种货币对另外货币的升贬值区间不超过2.5%，像蛇一样弯弯曲曲，开始建立起对外浮动、对内固定的汇率体系。1998年5月，欧洲货币局、欧盟委员及各成员国央行决定将1998年12月31日外汇市场上欧元区内各国货币对 IG 的市场牌价作为欧元区内固定汇率的基础。ECU 是一种欧洲货币单位，并最终将 IG 1比1折成欧元1U2。1999年1月1日，欧元就这么诞生了。当时对美元是1比1.183，并一度升至了1比1.19。然而，仅仅风光了1星期之后呢，欧元便步入了3年的贬值之旅。同年11月底，欧元跌破美元评价这一投资者重要的心理价位。经过2个月在美元评价附近的震荡之后，2000年2月再度跌破美元评价后，便一路下滑，贬值幅度近30%。当年欧元跌破美元评价有几个原因：基本面差异、货币政策、避险情绪和地缘政治。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耳熟？1985年，美德法英日5国签署了一个广场协议之后德国马克、日元纷纷对美元大幅升值。前期持续宽松后，美国通胀抬头，86年美国货币政策逐步收紧。欧洲虽然不像日本那样泡沫破灭陷入萧条，但欧洲的出口也着实备受打击。而90年代中后期，在全球化、金融自由化、IT 革命共同推动下，美国经济增长一马当先，美元指数大幅飙升。到1999年的美国经济增长率有4.8%，欧洲经济增长仅为2.9%。与此同时，欧元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构性问题开始暴露了。国别经济差异在1.5%到7.8%之间爱尔兰、卢森堡的国家增长达到了7%到9%，但德国、法国、比利时的增长仅有1.5%到3%。如此巨大的基本面差异，使得货币政策的协调变得极为困难。欧洲央行将目标集中在价格稳定上，并倾向于放任市场来决定汇率水平。所以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签订了历史上著名的广场协议。这个广场协议都说了些啥呢？首先是遏制通货膨胀，第二点是扩大内需、贸易开放、资本自由化，第三就是汇率弹性化。另外，广场协议中，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也达成了不少共识，其中包括缩减公共开支、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扩大内需和民间投资、推动金融和资本自由化以及汇率弹性化、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等等。由于广场协议之后的升值对出口造成了打击欧元区各国甚至希望借欧元下跌刺激出口，带动区内经济复苏。而随着美国加息、美元升值，过度繁荣后，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债务危机爆发。避险情绪推动资本进一步回流美国。1997年7月到2001年5月，美元指数在已经升值16.8%的基础上，又升值了24.4%，同期欧元亦跌至谷底。当然，地缘冲突也没有缺席。1998年底，科索沃危机的爆发使得欧洲政局不稳，投资者开始撤离欧洲金融市场，而美国军工企业却因此受益，股票暴涨，带动道琼斯指数突破万元大关。甚至其后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01年的911令美国经济急转直下，美联储连续降息也未能有效逆转疲软的欧元。直到2002年初，美国经济率先触底，以及欧元成为12国家唯一合法货币全面正式流通，
才终于突破了美元的评价，进入一轮升值周期。回到今天来看，俄乌冲突中受伤的欧元，2022年7月12至3日呢，欧元对美元交易价连续2日盘间跌破1:1，这是20年后欧元汇率再度逼近美元评价。今年欧元汇率累计下跌了11.5%，拉动 ICE 美元指数升值了7.1个百分点，为同期的美元升幅贡献占56.4%。新冠疫情对欧洲的打击与美国一样严重，但欧洲的复苏情况更加糟糕，因为在新冠病毒到来之前，其经济增长已经趋于缓慢了，而更僵化的政策和更高的税收呢，使欧洲的复苏弹性降低。经济复苏的差异体现在货币政策层面，也出现了巨大的差异。面对40年来的最高通胀，美联储正在加速政策正常化进程，也尽快达到中性利率水平。短期目标利率已经上调了1.5个百分点至1.5%到1.75%，预计本月将再上调0.75%。同时，美联储开启了缩表，收缩金融系统间的流动性水平。但是，欧洲央行在对抗通胀方面的积极性更低啊。上个月才停止了净资产的购买，并表示要到2024年才会开始缩表。短期政策利率呢，仍旧为负的0.5%，预计本月将加息25个基点。当然，欧洲央行官员也暗示说，9月第2次加息将实现零名义利率了。不过，今年欧元大部分跌幅呢是由2月底俄乌冲突爆发导致的，这场影响仍在蔓延，对欧元区脆弱的经济造成难以预期的冲击，也加剧了欧洲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推动能源价格加剧通胀，并将抑制整个欧元区在未来经济的增长。而周一，通往德国的北溪1号天然气管道被关闭了。4季度一旦出现能源危机，欧洲不仅仅是消费，生产也将面临困难。而欧元疲软呢，也促进欧洲出口的传统观点当前已经被证伪了。随着上月德国报告自1991年以来首次出现月度贸易逆差，欧洲依赖的制造业出口呢正面临痛苦的折磨。人员进口是主要原因，疲软的欧元正在提高德国制造商以及欧元计价的进口成本。欧元前途一片黯然，随着当前美元指数强势攀升至2002年来的高位，自诞生以来就被寄予厚望挑战美元全球货币体系霸主地位的欧元变得更为黯淡。2002年正式流通之后，欧元曾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第2大货币，甚至在个别领域赶超了美元，欧元的国际地位一度达到巅峰。但欧债危机的爆发逆转了欧元对美元的升值趋势，区内经济持续低迷，制度性缺口凸显，政治不确定增加，使得欧元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在国际支付领域，欧元的份额一度超过美元，高达40%以上，为全球第1大支付货币。但欧债危机发生之后呢，欧元在全球支付中的份额持续走低，2013年被美元超越，失去了全球第1大支付货币的位置。今年3月，欧元在全球支付市场中占比一度下降到了35.4%，创下了新冠疫情后最初几个月以来的最低比例。后来又因为欧美国家对俄罗斯的支付制裁制度，让多个国家只能选择欧元交易，又有所回升。在全球交易市场中啊，欧元自诞生之际，一直是全球外汇市场中第2交易活跃的币种，在峰值的时候曾经达到了39%。据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3年一次的外汇调查报告显示，至2020年，美元仍保持全球货币主导地位，在所有交易货币中占比88%。欧元交易份额近10年已经回落到了32%。在储蓄货币的领域呢，欧元占比也在不断降低。IMF 报告显示，至今第1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为58.88%，仍是全球第1大储备货币。最近5年下降了约6.5%，而欧元则由2010年的峰值28%回落至了20%。欧债危机之后啊，欧元区的经济始终未曾恢复元气。在欧元诞生20年之际的今天，欧盟领导人还曾多次表示要提升欧元的国际地位。但是新冠疫情的来袭，尤其是俄乌冲突影响的蔓延，却将原本就经济增长乏力、内部分化、政策难调，甚至脱欧情绪升温的欧元区推向了危机的边缘。未来衰退预期推升的美元强势是否强弩之末，也有待商榷。美国经济的回落和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边际转向是否会推动美元指数见底回落呢？不要忘了，一旦美国经济出现问题，全球经济更加难以独善其身，其衰退的风险和程度比美国将会更大，市场的避险情绪反而更高。2002年欧元往事便是如此，在整个衰退甚至降息过程中，美元依然更强。20年前，欧元的转机是替代了12个国家唯一合法货币全面正式流通，更是欧洲进一步走向联合与一体化。但20年后呢？
是期待俄罗斯恢复廉价的天然气供给，还是指望美联储超议息转向鸽派呢？我们的华尔街周报将和大家一起持续关注。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安琪，我们下周再会。